各位列位家人们，主内平安！线上的家人，主内平安！好，对你前后的家人说，2024年你要祷告有火，心中有话，手中有财。这是我们2024年立位教会的年度意向，就是祷告有火，心中有话，手中有财。是的，这个意向呢，要成为我们每一个人2024年的目标。也愿我们每个人在2024年里真的是成为一个祷告有火，心中有话，手中有财的人。我们要把这个意向计划到我们的生活当中，就是我们要尽我们每一天的努力，然后完成这个意向，让这个意向就成为我的生活。你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为一位弓箭手，然后祷告有火，心中有话，手中有财，就是你的箭靶子。你每一天每一次你都要努力让你的箭射在这个靶子上。你也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一位船长，然后祷告有火，心中有话，手中有财，就是你的船。这个船要把你带到神那里，然后让你从神那里领受还有载满各样的宝贝回来。阿们。那在我们开始今天的信息分享之前呢，我要先请大家来看一样东西啊，就是蜡烛。那我相信大家对蜡烛呢并不陌生啊。那我想问一下，在蜡烛没有点燃之前，它有没有用？在蜡烛没有被点燃之前，它好像就是一个摆设一样，它也不能照亮黑暗，对不对？那我想问的是，蜡烛它有没有发光的能力？有，对不对？好，如果说蜡烛有发光的能力，它想要发光就要做一件事，什么事？你要把它点燃，你要拿个打火机把它点着，然后它就可以发挥功用。各位家人们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爱的儿女，阿们。其实我们并不是软弱的，因为基督的刚强已经赐给我们；我们也不是贫穷的，因为基督的富足也已经给我们；而且我们也不是有罪的，因为基督已经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。阿们。那为什么有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是没有能力的，我们的生活是没有热情的？有的时候就差什么？点一下，就差拿打火机点燃啊！有很多时候我们像那个蜡烛一样，本身我们是有能力的，本身我们是可以热情的，本身我们的生命是可以带着影响力的，我们只需要点一把火，让圣灵的火，让祷告的火在我们里面燃起来。所以2024年让火燃起来，对你身边的人说，2024年让火燃起来。那首先呢，我们要让圣灵的火燃起来。那其实讲到火呢，大家都不陌生，你每一天都会接触到啊。那圣经旧约当中很多的意象啊，很多的神迹啊，也都和火有关啊。摩西见到那个荆棘的意象，哇，是不是跟火有关？然后在出埃及的时候，你发现每一天晚上都有火柱在围绕以色列人啊。那在以利亚他献祭祷告的时候，是吧？从天上降火就烧灭所有的祭物。当伊丽莎他们被所有的军兵围困的时候，他们身边围绕的都是火车火马。到了新约啊，圣经讲得更清楚了。在马太福音的3章11节，施洗约翰说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叫你们悔改，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大，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，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啊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当耶稣来了之后，他要用圣灵和火给我们施洗啊。在使徒行传的第2章1节、3节、4节里面，特别的讲到，在五旬节的时候，五旬节到了，门徒聚在一处啊，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，又有舌头如什么？如火焰显现，分别落在他们个人头上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啊。你发现当五旬节圣灵降下来的时候，圣经说它是舌头如同火焰落在个人头上，然后每个人就都被圣灵充满。所以火呢也成为圣灵的标记之一啊。
那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，向门徒显现了40天，然后呢，耶稣就在橄榄山，然后驾着云彩被接上升啊。那在耶稣升天之后，圣经使徒行传的1章12节记载到，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啊，离耶路撒冷不远，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。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。各位家人们，你想一想，耶稣已经升天了，对不对？然后现在只剩下门徒了。门徒在这个时候做了一件事，去哪里？回耶路撒冷。按我们大多数的人的这种想法来说，这些门徒们是不是耶路撒冷人？他们其实并不是耶路撒冷人，而且耶稣已经走了，那他们门徒们不应该是各回各家，重操旧业，回到过去的生活吗？他们为什么还要回到耶路撒冷呢？而且这些犹太人、这些祭司长、这些文士已经杀了耶稣，会不会杀他们？很有可能啊。留在耶路撒冷很有可能是有生命危险的。那为什么门徒还要回到耶路撒冷去？这是主的命令。主耶稣让门徒回到耶路撒冷。那主耶稣为什么要让门徒回到耶路撒冷呢？在使徒行传的1章第4节说到，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，嘱咐他们说，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应许的，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，约翰是用水施洗，但不多几日，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啊。就是耶稣让门徒回到耶路撒冷，是要等候什么？等候圣灵的降临，等候圣灵的充满，等候圣灵的洗。我们知道在福音书里面，耶稣在升天之前告诉门徒说，你们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啊。耶稣让门徒传福音给万民听，要让门徒把福音传到地极。那耶稣知不知道门徒需要圣灵的火？门徒需要圣灵的能力，耶稣知道的。所以说耶稣让门徒回到耶路撒冷，先得着从上头来的能力，先得着那个服侍的能力，然后才可以更好的去为主传福音。我们每一个人在上战场的时候，在上2周分享了这个属灵的军装，你在上战场的时候，你不能赤手空拳呀，你要带着装备呀，你要带着武器呀，这样你才能在战场里面得胜啊。所以2024年先让圣灵的火在我们里面燃起来。当圣灵的火在我们里面燃起来的时候，我们是穿着军装的，我们是拿着圣灵的武器的，在征战的里面，你才可以更好的做工，才可以更好的服侍，才可以更好的在生活当中彰显出耶稣的生命。而且当圣灵的火在你里面燃起来之后，会给你的生命带来4个好处。第一个好处，有圣灵的引导和感动。那我们知道火呢是有照明的功用。那如果说现在我告诉你，从今天开始，然后停电3天，你会做什么事情？你一定是跑到商店里去买蜡烛嘛，然后这几天，然后点个蜡烛，然后给自己照明一下啊。其实当圣灵的火在你里面被点燃的时候，圣灵的引导和感动也会在你里面发动。原来你读圣经是没有感动的。当圣灵的引导、圣灵的启示、圣灵的感动在你里面的时候，你一读圣经的时候，神当下的那个 Rhema 的话就在你的里面。有可能你遇到一件事情，你不知道该怎么去解决，当圣灵的引导和感动在你里面的时候，你就得着那个智慧，得着那个能力，或者说得着那个技巧，然后你就知道这件事情我怎么做才能做在神的心意当中啊。在帖撒罗尼迦的前书5章19节说到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。就是当圣灵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、引导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照着圣灵的感动和引导去做。我相信有很多的家人经历过在你人生软弱无助、黑暗的时候，就是有很多的人去安慰你，但是你发现他们说的道理你都懂，但是你没有办法被安慰。但是当那个圣灵的火在你里面点燃之后，你发现不一样，有可能只是一首诗歌，有可能只是圣经当中的一句话，而且这句话好像你过去你都不熟悉，但是无论你是从别人那里听到的，还是你自己读圣经读到的，或者是你在听到的时候，那话在你里面的时候，你发现那个瑞玛的话，那个感动的话一到你里面，你好像就是满血复活一样，
你所有的那个负面的状态都没有了。这就是圣灵的感动在你里面。当圣灵的感动和引导在你里面的时候，它可以驱散你生命当中一切的黑暗，可以让你走在光明当中。所以2024年，让圣灵的火，让圣灵的引导和感动在你里面，可以让你在你的工作、家庭、服事上有圣灵为你照明，有圣灵来为你引导，使你可以走在平安的路上。那第二个好处就是让你在生活当中有热情。火是带着能量的，冬天冷的时候，你要不要去烤火啊？当然了，现在大家都是暖气啊。在过去，大家冷了都是围在火堆旁去烤火，因为火可以让身体暖起来啊。当你用火做饭的时候，火会让生的变成熟的。各位家人们，我们的人生除了吃饭、睡觉、工作之外，其实还有一种生命状态，叫做热情。基督徒的人生不应该是迷迷糊糊的，基督徒的生命也不应该是除了上班睡觉之后活得一点热情没有。人不应该这样活着，基督徒更不应该这样活着。基督徒应该更有热情，更有火热。像保罗一常说，我可以为主癫狂一次，那也是好的。所以我们的生命是应该带着热情的。你发现我们每个主日都宣告说，我们要因着我们的意向，要成为一个卓越的人，要有卓越的人生。怎么样才能成为卓越的人？卓越的人，人家是热情的，是有追求的。所以我们要追求热情，要想生活过得有热情，你就需要圣灵的火在你里面。当圣灵的火在你里面的时候，你就会有热情。牧师之前也分享过，压力不是你的动力啊，热情才是你的动力。所以2024年，让圣灵的火成为你里面的热情，这样你会发现你的生命是不一样的。在耶利米书的20章第8节、第9节里面就讲到耶利米的事情啊。耶利米呢，他年幼的时候啊，就被神呼召做列国的先知啊，是不是很荣耀的是一件事情？做列国的先知啊。但是你知道吗？耶利米在他就是不断的看到异象，不断的宣告神话语的时候，他发现他看到的都是以色列人不好的结局。然后他宣告的也是以色列人说，你们要悔改，你们若不悔改，会有强暴，会有毁灭，会有神的惩罚临到。结果呢，没有一个人听他的，还是每个人去敬拜偶像，还是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，以至于耶利米在耶利米书的20章第8节说到，我每逢讲论的时候就发出哀声啊，我喊叫说有强暴和毁灭，因为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了我的凌辱讥刺。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，不再奉他的名讲论，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骨中，我就含忍不住，不能自禁。就是其实耶利米在那个时代当中，是吧？他不断的去宣告神话的结果呢，发现没有人改变，还是去敬拜偶像。他里面就软弱，他说我从现在开始，我不要再讲神的话了，我不再奉耶和华的名了，我里面没有热情了，我不再提上帝的名了。结果是什么呢？他发现他里面有什么？有闭塞的火在他里面，有火在他里面催逼他，那个火的能力在里面好像爆炸一样，让他不讲都不行。各位家人们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耶利米的那种状态，觉得我没有热情了，觉得我好像很努力很拼搏，但是发现生活就这样。但是我们真的是需要耶利米里面的那种火在我们的里面，使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带着激情，是带着热情的，可以让我们在软弱无助的日子当中，圣灵的火成为我们内在的力量，给我们源源不断的热情。无论是你在家庭生活里面，来到小组里面，还有就是在聚会的时候，在敬拜的时候，在读经的时候，是让你的生命是带着热情的，是带着活的影响力的。阿们。第三个好处，可以洁净你的思想。在以赛亚书的4章第3节说到，主义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西安女子的污秽除去，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尽。那时圣在西安，留在耶路撒冷的，就是一切住在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，必称为圣。火是有洁净的功能的。我们知道金子银子想要炼净，想要999纯金，在哪里炼？
在火里练啊。所以说，当圣灵的火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它可以把从仇敌来的思想、从仇敌来的思维炼尽啊，使我们无论在任何的环境当中，你不会因为环境蒙蔽你，使你看不见神啊。因为圣灵的火可以驱散一切负面的情绪，让这些情绪不会遮住你，让你可以把眼睛定睛在神的身上。而且圣灵也会更新你的思想，让你越来越靠近神，让你在生活当中是从积极正面来思考。所以在提多书的3章第5节也说到，他便救了我们，并不是因我们自己的所行的义，乃是照他的怜悯，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啊。所以圣灵会不断的更新我们，他会把所有从仇敌来的，或者说从世界来的那些负面的，从我们里面炼尽，使我们可以带着一个专一的心来寻求神。那第4个好处，让你得着勇敢的心。当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都知道，门徒都离开耶稣逃跑。其实耶路撒冷这个地方给门徒带来的是什么？是惧怕。当他们聚会的时候，你发现他们的门都是关起来的。我想当时不少的门徒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逃离耶路撒冷啊，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啊。但是你发现，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，问他们平安，而且让他们领受了内住的圣灵啊。所以在约翰福音的20章21节说到，耶稣就对他们说：愿你们平安，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说了这话，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，说你们受圣灵。这里受圣灵是领受的内住的圣灵，还是圣灵的充满？领受的是内住的圣灵啊。你发现当门徒们特别害怕的时候，耶稣说你们受圣灵，然后圣灵内住在他们里面，他们发现他们里面有一点勇气，有一点能力了，然后可以回到耶路撒冷了。但是这点勇气能不能让他们面对那些犹太人？能不能让他们出去传福音？能不能让他们面对祭司长，面对那些杀害耶稣的人？你发现好像并没有。所以一直到了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，你发现这些门徒才真的不一样啊。在使徒行传1章第8节，耶稣也告诉门徒说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所以耶稣说，当圣灵的能力降临在你身上的时候，你才会有能力，你才会有真正的胆量和勇气去面对，去传福音啊。所以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，你发现每一个门徒都不一样，每一个门徒都是带着勇气去传福音。原来彼得是一个小使女，问了他3次是吧，他就发咒其实说我不认识耶稣。但是你发现五旬节圣灵降临充满之后，在那个遍地的犹太人聚集的时候，他起来讲耶稣，他起来传耶稣的名啊，他起来去见证耶稣就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。而且当他们生命当中受到威胁的时候，有很多的祭司长文士说，从现在开始你们不要再奉耶稣的名讲论。你发现彼得是怎么回答的？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4章18、19节，那些祭司长文士叫到他们来，禁止他们说，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。彼得、约翰说，听从你们，不听从神，这在神面前合不合理？你们自己酌量吧。我们所听见的所看见的，我们不能不说。你发现他们得了圣灵的能力，得了圣灵充满之后，是不是完全不一样了？原来是从一个非常惧怕的、非常怕死的人，到现在说，哪怕你杀了我，是不是？哪怕你禁止我，我仍然要传啊，因为我看见的，我所领受的，我不能不说。所以当圣灵的火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会带着热情。各位家人，不要离开耶路撒冷。耶稣说，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直到你得着从哪里来的能力，得着从上面来的能力，直到圣灵充满在你的里面。如果在2024年你想要生命有改变，想要服事有恩膏，想要讲话有智慧，你想要你读圣经的时候有启示，生活有热情，你就需要圣灵的火在你里面燃烧。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带着这样的渴慕，2024年得着圣灵的充满，
让圣灵的火在我们里面燃烧。如果说你说我里面已经有圣灵的火，那更多的渴慕是吧？让圣灵的火在里面燃烧的更大，是吧？让那个能量更大，让你的热情更大，让你生命的果效也是更大。其实当圣灵的火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我们不会在生活当中去怀疑我是不是基督徒，不会让我们去怀疑我到底是不是神所喜悦的儿女。特别是在你犯罪软弱之后，当圣灵的火在你里面，你也不会怀疑说，神啊，你到底爱不爱我？神啊，你是不是爱他多一点，你爱我比较少一点？当圣灵的火在你里面燃烧的时候，圣灵会让你确定你是神的儿女，圣灵会将神的那份爱浇灌在你的里面，你会非常确定我就是神所爱的，我就是神所爱的儿女。你不需要在生活当中找证明，因为圣灵会给你证明，证明你就是神的儿女，证明你就是神所爱的。而且当圣灵的火在你里面，你会发现你的祷告是有信心的，你不会怀疑你祷告的会不会成就，你不会在你所祷告的事情呢摇摆不定。哎呀，我祷告了，我祷告的这件事情啊，上帝到底听不听呢？上帝到底给不给我成就呢？因为圣灵的火在你里面，圣灵会把信心给你，圣灵会把盼望给你，所以圣灵的火在你里面燃烧，你的祷告是有信心的。而且圣灵的火在你里面燃烧的时候，你不会对那些追求生命成长的人退避三舍。有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人啊，他对神追求对神热情的时候，你会感到害怕，你会觉得这个人怎么了？他是不是疯了？他是不是癫狂了？当圣灵的火在你里面的时候，你不会感到害怕，你反而会羡慕他。你说这个人他的生命这么有能力，他这么热情，我也想要这种的生命。各位家人们，当圣灵的火在你里面，他给你带来是一个好的影响，他会让你想着说，我也渴望对神有热情，是吧？像保罗所说，若为主癫狂，那就为主癫狂吧。圣灵的火在你里面燃烧的时候，你不会对热情追求的人退避三舍，你反而会羡慕他们的生命。所以让圣灵的火在我们里面燃烧。如果有人说你们疯了，你们癫狂了，那就让我们为主癫狂，让我们为主疯。阿们。那第二个就是让祷告的火燃起来。对你身边的人说，让祷告的火燃起来。说起祷告，这个大家都不陌生啊，大家也都知道，祷告是基督徒一切建造的根基，祷告是属灵的呼吸。但是我们知道归知道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什么？就是让这一份知道成为我的生活。就是我知道祷告很重要，那我在我的生活当中，我就要成为一个时时祷告的人。而且我的祷告是带着热情和信心的，不是宗教性的祷告，也不是打卡。哎呀，今天是吧？早上祷告一次，然后这个吃饭祷告3次，然后晚上祷告一次，反正我所有的卡打完，好了，神啊，下班了。就是我们的祷告不是打卡式的，我们的祷告也不是有口无心的，我们的祷告是带着热情和信心的。像2024年，让我们的祷告被建造起来，让自己祷告的祭坛被建造起来，让我们祷告的火也燃起来。那祷告有火的秘诀在哪里？是第一个，是在灵里祷告。有很多时候我们不能祷告，或者说我们祷告像打报告一样，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件事情我自己可以做，我不需要神，所以说我不需要祷告。那另外呢，有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，我既然有能力做了，那我做完之后我再来祷告嘛。我们给神来一个先斩后奏，是吧？所有的事情干完了，神啊，我跟你讲一下。那另外呢，有很多时候呢，我们会让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的事情优先，祷告的事情排在后面。我的事情做完之后，然后我才开始祷告。那这个时候你想要改变，你就需要圣灵。圣灵会叫我们的心对神发出祷告的渴望。原本你是不想祷告的，不想和神亲近的，但是圣灵会在你里面感动你说你要去祷告。圣灵会让我们去爱神，圣灵会让我们把我们的一些事情交托出来。这个时候圣灵会给我们一个动机，让我们去祷告的动机。
这个想要祷告的动机是圣灵给我们的。圣灵不但给我们祷告的动机，他还会给我们祷告的能力，让我们可以为着这个事情，为着这个目标，然后一直祷告，直到这个事情成就在我们里面。所以圣灵从始至终在引导我们，让我们对某件事情感动，然后有祷告的动机，然后有祷告的能力，然后有对这个事情，然后一直祷告，直到这个事情成就在我们身上。在罗马书的8章26节也说到，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，鉴察人心的，晓得圣灵的意思，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祈求。你发现在这里圣经说的非常清楚，圣灵在替我们祷告。那圣灵用叹息替我们祷告，圣灵的叹息是给谁听的？是给那个鉴察人心的。鉴察人心的是谁？鉴察人心的就是神嘛。所以神晓得圣灵的意思。神为什么能晓得圣灵的意思？首先他们是三位一体的，另外圣灵在祷告的时候，他是照着神的心意，是照着神的旨意在替我们祷告。所以你想要祷告有火，你想要圣灵的工作在你里面，你就需要和圣灵一起来祷告，因为圣灵是照着神的旨意亲自为我们祷告。帮我们祷告的时候，这个祷告是祷告在神的心意上，不是用我们自己的意思祷告，这个祷告是祷告在神的心意上，这个祷告神就会蒙应允，神就会为我们成就。所以我们只要靠着圣灵祷告就可以的。当你靠着圣灵祷告，圣灵就会帮助我们去祷告。所以在犹大书的1章20节也说到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。就是我们要靠着圣灵祷告。那我们如何在圣灵里祷告？如何靠着圣灵祷告？那如何和圣灵一起祷告呢？就是方言祷告。请说方言祷告。在哥林多前书的14章14节说到，我若用方言祷告，是我的灵祷告，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。14章第2节就说到，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，乃是对神说，因为没有人听出来，然而在他心灵里却讲说各样的奥秘。就是个人的方言祷告是在心灵里面讲说各样的奥秘，这个奥秘会让你里面有能力有信心，会让你经历神的同在。因为这是从哪里祷告？是从灵里的祷告，是从圣灵而来的，是带着圣灵的运动的，所以你就可以在生活当中看到神的大作为，看到神的奇迹，经历神超自然的事情。我们会不会软弱？会软弱。每个基督徒都会有软弱，都会有灰心，都会有失望。但是当你开始用方言祷告的时候，会挑旺你的灵。方言祷告会让我们对主的负担、对主的爱、对主的心智、对主的信心、对主的委身都挑旺起来，使我们对神的那个爱和热情也挑旺起来。各位家人们，我们关心的无非是将来，对不对？我们关心的无非是我的未来会怎么样啊，我的工作会怎么样，我的未来会怎么样，我的家庭会怎么样，我的孩子，我的生意，我的婚姻，我的服饰等等等等，这些都是我们所关心的，也是我们常常担心、忧虑、惧怕的，其实都是跟未来有关。当你用方言祷告的时候，其实就是在为你的未来祷告，因为你不知道明天如何，圣灵知不知道？圣灵知道。你知不知道你前面的道路如何？你不知道，但是圣灵知道。所以当你不知道该怎样为自己未来祷告的时候，是吧？和圣灵一起祷告，用方言祷告，因为圣灵知道啊，圣灵知道这些事啊。当你在方言里面祷告的时候，其实就是在为你的未来祷告。所以不要为未来担忧。当你担忧的时候，是吧？用方言祷告，把你的未来交在神的手里。各位家人们，如果说你还没有领受方言祷告，那你要带着一个渴慕，带着一个说我要方言祷告的心啊，像旧约的雅各一样。我们知道雅各的名字叫抓住，就是他很会抓，所以我们也要像雅各一样。特别是雅各有一次在那个雅博河渡口的时候跟谁摔跤，摔完跤之后那个使者要走，然后他就拉住那个使者说，今天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让你走。
其实我们要有雅各这种心智，说神啊，我要圣灵充满，你如果说不给我，我就一直要，直到你给我成就为止。其实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智，说神啊，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让你走。其实我个人领受方言的时候也是这样，就是当时就是我们在营会里面有这个圣灵充满的特会嘛，然后很多人都去前面，然后说要领受那个圣灵充满，然后我站在后面我就祷告，然后我说神，我很想要圣灵充满，但是呢我又不想到前面去，然后我说神啊，今天我祷告，我有一个心智说，我像雅各一样，你不给我，然后今天我就一直祷告我直到成就为止。然后后来真的，然后自己在后面这祷告，突然就方言祷告就来了。就说我们要有这种心智，说神啊，你不给我，我就一直要，直到这个事情成就在我的生命当中，直到方言祷告我真的领受了，是吧？像雅各一样说，你不给我祝福，我今天就不让你走，带着这样的心智来领受圣灵的充满。圣经也说，天父乐意将好东西，就是将圣灵给谁？给谁？给谁？各位家人们，给他的儿女呀！你是不是他的儿女？你是，天父就乐意将圣灵给你，你是，天父就乐意将圣灵这个应许赐在你的身上。所以说，去渴慕。如果说你已经领受了方言祷告，那你要做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在生活当中开始使用，领受了就开始在生活里面用方言祷告。无论在任何的时候，在任何的时刻啊，只要方便，你都可以用方言来祷告。那在来聚会的路上，是吧？你在做饭的时候，在拖地的时候，在去探访之前，都可以用方言祷告，让方言祷告成为你生活当中的一个标配。所以2024年，让我们每个人的祷告是带着火的。那祷告有火的第二个秘诀是大声热情，请说大声热情。我们说要祷告有火，火从哪里可以看到？从哪里可以看到我们的祷告是带着火的？就是从你的热情和你的声音上就知道了。就是举个比较实际的例子，如果说你去2个家庭里面做客，你去第一家，然后按了门铃，然后这一家呢等了半个小时给你开门，等你开门之后把你请到客厅之后，热水也不给你倒，然后更不用提什么水果点心啊。然后呢，就是你要开始跟他聊天的时候，你发现呢，他对你呢就是爱理不理的，是吧？然后你没讲2句呢，哎呀，就是你感觉自己好困一样。然后，请问一下，这个家你想不想待了？你想不想在这个家庭做客了？你下次还想不想来了？那第二个家是不一样的，你按了门铃是吧？马上就有人给你开门，然后给你拿拖鞋，然后让你到个客厅之后给你倒热水，然后又给你水果点心啊，聊天的时候啊又是点头的，然后给你很好的回应。请问一下，这个家你愿不愿意来？你很愿意来吗？各位家人们，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谁？是神啊！我们每一次祷告的时候，我们都想着神啊，你给我成就，我祷告的事情你都给我办了。那你给神的是什么？你给神的是什么？祷告是双向的沟通啊！你渴望神给你成就，那你给神带来的是什么啊？你连这个热情都不给神，那你觉得你良心说得过去吗？是不是？所以说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，你要祷告要带着热情。为什么祷告要带着热情？因为你祷告大声热情的时候，其实你是在告诉天父，你说天父，我很乐意和你分享我生命当中所经历的，我现在正担忧的，我现在正遭遇的是个事情。其实每一次我们祷告的事情，对我们来说是天大的事情，对于神来说是不是小事？对于神来说，我们祷告再大的事情，对于神来说都是 so easy 的事情，都是分分钟，甚至分分钟都不用，神都可以给你办了，对不对？但是神要的是什么？神要的是那个关系，神要的是关系。关系在哪里？就是你的热情，你对神到底怎么样？天父要的就是你可以像他的孩子一样，很热情的和他分享你生命当中正经历的事情，你正担忧的事情。天父要的是你和他的关系。你发现在希伯来书的5章第7节就说到了耶稣啊，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，既大声哀哭，流泪祷告，恳求那救他免死的主，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。你知道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，祷告到什么程度？汗如什么？汗如血滴滴在地上。
那个时候他是不是他最恐惧、最软弱的时候？所以说，耶稣在大声祷告，祷告到这种浑身这个被湿透，汗滴在地上。所以耶稣什么是大声的祷告的？我们也需要这样。当你大声祷告，其实是在建立和天父一个亲密的关系。大声祷告不是神听不见，对于神来说，你在心里上默祷，神也可以知道；你想一想，神都知道。但是祷告大声是在表达神啊，我对你的热情。大声祷告是表达天父呀，我迫不及待的想和你分享，想和你分享。所以大声祷告是你对神的热情，而且大声祷告呢，也会让你呢专注在你的祷告上面。有很多时候，你发现你在祷告的时候，祷告就容易分心了，然后再听别人祷告了。哎呀，我听到这个人啊，他祷告最近犯了什么罪？哎呀，你看看，说他这么属灵，他怎么还可以犯这个罪呢？呀，听一听他祷告什么？哎呀，他祷告了，他要求神祝福他的钱财，祝福他的生意，祝福他的工作。哎呀，你看这个人，他怎么能祷告这个呢？他怎么能祷告求神祝福钱财呢？你看他太暗世界了。然后一听呀，哟，这个人在祷告什么呢？哦，原来他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哦，原来他跟他的妻子怎么样发生了什么矛盾？然后你发现你在听什么？你在听别人祷告了，你不是在专注在自己的祷告上面。所以热情祷告不会让你魂游向外，因为当你热情大声祷告的时候，神是第一个听见的，第二个听见的是谁？是你自己。请说我自己。所以当你自己祷告的时候，其实它会让你更专注在你自己的祷告上。有一个老师讲了一个非常深刻的这个故事啊，就是说你声音的大小代表了你情绪。如果说用10分来给你的情绪打分，那举个非常实例的例子啊，大家都知道这个手肘，对不对？你手肘如果说被撞一下，撞得轻的时候，你可能说啊，这个啊一声啊，我手肘被撞了。因为你感觉到没什么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你的情绪可能就是1分。但是如果说你用力撞了一下，然后那个很疼的时候，你说哎呀这个撞了一下，是不是你会用5分是吧来表达你的情绪？但如果说撞得非常严重呢，你说啊，对不对？是这样的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你的情绪到了嘛。所以各位家人们，你对神热不热情，其实从你的声音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啊。让我们的祷告带着热情。当我们都开始大声祷告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会有一个很好的属灵的氛围，让每一个来的家人都大声祷告，这个属灵的氛围就越大。这个属灵的氛围越大，你是不是越愿意祷告？你越愿意祷告，是不是这个氛围就越好？然后越祷告，你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循环啊。在诗篇的81篇第10节啊，他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，你要大大，请说是什么张口？大大张口。他说大大张口的时候就给你充满。在诗篇47篇第1节说到，万民啊，你们要拍掌，用什么声音？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，因为耶和华是至高者，是可畏的，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。在这里说，让我们祷告的时候是大声的，是吧？大大的张口，让我们的祷告是夸胜的。各位家人们，你们有没有看到过打仗得胜的军队是怎么样的？好，他们打仗就说，哎呀，我们胜利了，哎呀，我们胜利了，是这样喊的吗？是这样喊的吗？各位家人，不是的，那种得胜的声音是好像重水的声音，好像打雷的声音，就说我们得胜了，胜利了，是不是？然后在那里，这才是真正的夸胜的声音。所以各位家人们，让我们在2024年里面，每一次来祷告的时候，是带着热情的，是大声的，是有火的啊！教会有祷告会要参加啊，让祷告的火在你里面燃起来。其实各位家人们，神不在乎我们祷告的时候用词是否优美，神也不在乎你讲的时候是不是非常流利的表达，哪怕你结结巴巴的讲出来，神也听。神也不在乎你祷告的结构是不是完美的，神也不在乎你的声音是不是甜美的，神也不在乎你的祷告合不合逻辑，安排的次序好不好，那个组合的巧妙不巧妙，神不在乎的这个。神在乎的是你对他的态度，神在乎的是你对他热不热情，神在乎的你是不是在圣灵里面用热情来恳求。
当你是的时候，神说了，这个祝福就临在你的身上。所以在诗篇66篇19节20节也说到，但神实在听见了，他侧耳听了我的祷告的声音，神是应当称颂的，他没有推却我的祷告，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。所以当我们的祷告带着火的时候，神说了，他不会推却我们的祷告，也不会让他的慈爱离开我们。我们所祷告的，神要为我们成就。所以2024年，让我们的祷告带着火，阿们。好，第三，让复兴的火燃起来啊。那说到复兴呢，那意思呢就是恢复到原有的兴盛。其实在旧约的时候，每一个先知宣告以色列人他们要遭受苦难之后，你都会发现在后面一定会有一复兴的应许，神将来要如何的复兴我们。其实有时候呢，神允许我们生命去经历一些事情，其实不是为了让我们受苦，不是为了让我们受凌辱。神让我们经历这些事情，目的也不是拆毁我们，也不是毁坏我们。神的目的是让我们得着丰盛，得着复兴，得着建立。有很多时候我们会认为复兴是让我们回到过去那个丰盛。我告诉你，复兴不单单是让你回到那个过去的丰盛。其实你仔细读先知书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神每一次的复兴是超过过去的。神每一次的复兴是不单单让你回到过去，是比过去更复兴的。因为我们的神是做新事的神。所以在以赛亚书43章18节19节也说到，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，看哪，我要做一件新事，如今要发现，你们岂不知道吗？我必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。神要做的是新事，神要做的是将那个更好的复兴给我们，不是单单让你回到过去那个最复兴的时候。神要给的是更好的复兴，是超过过去的复兴。所以今天当我们说到让复兴的火燃起来的时候，已经不局限我们回到过去的那个复兴了，而是渴望神的更美的应许临到我们身上，而是渴望我们可以像使徒时期一样，这个教会是生机勃勃的属灵的光景。因为当复兴的火在我们里面燃起来的时候，教会的属灵会觉醒，每一个人会带着圣灵的能力，每一个人会重燃我们信仰的热情，会激发我们彼此相爱的心，也会让教会得救的人数增长。所以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需要复兴。而且作为神的儿女，我相信每一次提到复兴的时候，大家都非常渴慕，甚至我们有很多时候祷告的时候说，神啊，你复兴我们。我们渴望复兴，我们也关心复兴的事情。在主耶稣复活将要升天的时候，和门徒们在一起，你发现耶稣马上要走了，在最关键的时候，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会讲什么事情？你会问耶稣什么事情？在使徒行传的1章第6节说到，他们聚集的时候就问耶稣说，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国是在这个时候吗？你发现门徒关心的是什么事情？耶稣马上要走了呀，他们说，耶稣啊，你复兴以色列是在这个时候吗？你复兴以色列是在这个时候吗？其实各位家人们，我们每个人都关心复兴的事情，我们每个人都渴望复兴临到我们。所以2024年就让复兴的火在我们里面点燃。那我们从哪些方面来点燃复兴的火呢？从2个方面。第一个方面，复兴的火在乎神的话语，圣灵充满。就是每一次复兴的开始，是有一群人，他们开始渴望自己生命改变，他们开始渴望自己得着那个圣灵的能力。而生命的改变无非在2个方面，第一个就是神的话语，第二个就是圣灵充满。就是神的话会成为我们生命当中那个尺子，会成为我们生命中的标准。我们用神的话来看自己，然后我有没有达到神的这个标准。如果说我没有达到，那我一定要往这个标准去走，然后直到我的生命所做所行的和神的话是吻合的，和神的话是一致的，和神的话是对的。但是你会发现有很多时候神的标准是在这儿，我们在这儿，但是我们想要从这儿往这儿的时候，你发现有很多时候我们没有那个能力。就是我们很想往这个方面走，但是你发现好像有很多的绳子，有很多的人在拉着你，拖着你，不让你往这个方向走一样。其实是对的，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，当我们想要按着神的那个标准去做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肉体的情欲
还有仇敌的拦阻，会成为我们的累赘，会成为我们的捆绑，拉着我们不让我们往神那里去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就需要神的话，就需要圣灵的充满在我们里面，因为圣灵给我们带来的不是一阵的热情，而是彻久的热情和能力。所以说，我们想要走在神的心意上，我们想要我们的生命能达到神的那个标准，就需要圣灵的能力在我们里面。所以在撒迦利亚书的4章第6节也说到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他的灵方能成事。所以你想要让你的生命达到神的标准，让圣灵的能力在你里面，让圣灵的热情在你里面，让圣灵的火在你里面。在提后的1章14节也说到，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，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。靠着什么守？靠着圣灵守。所以想要在生活当中去达到神的标准，让圣灵在你里面，让圣灵的火在你里面。那第二个，复兴的火在乎信仰和生活的合一。复兴不单单在乎我们对神真理的认知，更重要的是我们对神真理的委身，也就是让神的真理在我们生活当中被彰显出来，就是要知行合一。对你身边的人说，要知行合一。在雅各书1章22节到24节说到，只是你们要行道，不要单单听到，自己欺哄自己。因为听到不行道，就像人对着镜子观看自己本来的面目，看见走后就忘了他的相貌如何。各位家人们，你去看镜子之后要干什么？要整理整理，要记得自己长什么样嘛，对不对？结果呢，你说我去看了镜子之后然后转身，哎，我长什么样？哎呀，我刚刚这个头发到底整没整？圣经说，如果说我们只听到不行道，就像那个对镜子观看，转头就忘了自己长什么样的人。所以我们需要去行道。耶稣在约翰福音13章17节说到，你们既知道这事，若去行，就有福了。这是非常重要的，就是说我们知道了真理，知道了这些事情，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去行。所以说复兴的火在乎的是我们把真理转化成我们的生活，就是你所读的一切的圣经转化成你的生活，你领受的一切的神的话转化成你的生活。所以当圣经说你要为万人代求的时候，是吧？圣经这样告诉我们，当有人说你为我祷告吧，要不要为他祷告？要为他祷告，因为你这样做的时候，就是把你所领受的那个真理活在生活当中啊。每一次你读经的时候，当神给你了特别的感动，你就要按照这个感动去做，按照这个感动去行去生活。在元旦的时候，有牧师就给我发了一个抽经文的这个小程序啊，然后呢，我就输入了自己的名字，就抽到了这个箴言书的19章20节到21节啊。他上面是这样说，他说你要听劝教，受训诲，使你终究有智慧啊！人心多有计谋，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啊。那么当时我抽到这个经文，你知道吗？我最感动的2个点，第一个是听劝教，第二个是受训诲。因为这个2个字说完之后，他说后面是什么？使你终究可以有智慧。我说这个非常好，是吧？如果说我听话，然后会带来什么？会让我成为有个智慧。所以我就下了一个决心，我说那个2024年是吧，多听话啊，我就下了那个决心啊。所以那个在这段时间，然后牧师说你去买一个课去学。那其实呢，我相信这个熟悉我的家人们都知道，这个有很多时候我在生活里面讲话就是比较少，有很多时候你看到我，然后坐在那里非常安静，是吧？安静美男子不讲话。那另外有很多时候就是我讲话呢，其实也不是有很高的情商，所以说牧师说你去买个课是吧？去学学怎么讲话。如果说按照我过去的那个状态，我会觉得我可能就是一个不太爱讲话的人，我可能会给自己找很多的理由说，不太想学吧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就是因为这2节圣经，就是因为这几句话，他说你要听劝诫，你要受训诲。然后我说那好，我就去买，我就去学。我发现这个真的是对我生命当中有益处的，就是说你领受了神的话，你不在生活当中去用，不在生活当中去活，跟你没有益处。所以说你想要复兴，你就要把你领受的这个真理活在生活当中，
运用在你的生活里面。要不然你把圣经倒背，请问一下，对你生命带来益处吗？没有。所以说重要的就是知道然后去行啊，所以这才会让那个复兴临到你。所以信仰生活化，让神的真理和生活合一，就像你的双腿一样，是吧？你一条腿能不能走得远？不能啊。所以可以让复兴的火在你里面燃烧，就是知道然后去行，让成为你的双腿，可以让你走得更远。让神的真理和生活合一，就像火车的2个轨道，可以让你很平安很稳妥的到达神要想给你的祝福。所以各位家人们，2024年让我们祷告有火，心中有话，手中有财。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一同来祷告。真的是愿我们2024年每个人里面染着圣灵的火，每个人在2024年祷告是带着火带着热情，在神的面前来大声的祷告。也让我们每个人把我们所知道的转化成我们的生活，把我们所知道的成为我们生活当中去行的，让神的复兴临到我们。在这个时候让我们来祷告，让我们求圣灵的火，圣灵充满在我们里面，圣灵降临在我们生命，让我们2024年是带着圣灵的火，圣灵的充满。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同来开口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你所爱的，你永远的爱我们，所以你呼召我们，拣选我们，你也要复兴我们。所以我们渴望2024年你的灵降临在我们身上，按照你丰盛的应许将你的灵赏给我们，使我们每个人2024年都被圣灵所充满，都得着圣灵的火，让圣灵复兴我们里面的热情，让我们每一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是带着热情的，是带着火的。所以天父在2024年改变我们每一个人，让我们每一次来到教会的时候带着热情，带着大声，使我们真的是给你有那个亲密的关系。天父将热情将圣灵赏给我们，使我们每一个人在2024年成为一个祷告有火的人，使我们成为心中有话的人，也成为我们手中有财的人，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荣耀你的名。如此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所求，阿们。